我是陆明，手握每日6000万的县城消费系统，想发展自己的家乡。现在我宣布，万家福购物广场正式开业，却受到商业对手的层层阻拦。我等着看他狼狈不堪、手足无措的样子。接下来，我要向外破局，迎接更大的挑战。钱我全出，标你的，施工你分走一块。结果，牌子挂成了，政绩全归县里，面子、里子都被二位收了。那我又能得到什么？陆总既然都这么说了，那不如把这10几个烂尾楼和路网打包，咱2家一起做。王总，可能你没听明白我的意思。烂尾楼我能接，路网我也能修。钱我云梦投资账户里有的是，恒达建筑的施工资质和人员储备，应付这些项目绰绰有余。我可以全部自己做，不需要启动建筑。既然陆总对烂尾楼项目有全盘的规划，那我们就不插手了，咱们只谈路网。既然大家都有诚意，我建议把项目拆分。陆总和王总，你们2家一人一半，各负责100公里。陈书记的安排很合理，200公里的路网，咱们一人一半。不过，我同意让出一半的施工份额，但我有一个条件。陆总，请讲。启东建投负责的那100公里路网，我不出钱，并且所有的施工用料、砂石、水泥、沥青、钢筋等件材，必须全部由我名下的长青木业统一供应。还有，启东建投在提货时，必须现款现结，不能有任何形式的账期。陆总，你这是在给我出难题啊！规矩都是人定的，云梦县的路就得按云梦县的规矩。王总如果觉得难，可以不做。路网改造项目资金规模太大，陆总提的条件我个人做不了主，需要回省城开会研究一下。陈书记，今天打扰了。王总慎重考虑是对的，云梦随时等你答复。领导，我刚云梦县委大院出来，谈得怎么样？谈得不顺。陆总，你这手牌打的可是够绝的，现款现结，你这是把王启东往死里逼啊！他们项目多，资金紧张，现结条件太严苛。说实话，我不放心他们的施工质量。启东建投是省老牌大企，资质齐全，项目众多，质量怎会出问题？陈书记，你只看到了他们头顶上的光环，没看到他们脚底下的烂泥。这么说，这个省级示范项目咱们是不能守望了。那就只能看王启东怎么权衡了。从深夜登门那天起，就知道这年轻人不简单，才多久就成了县里的顶梁柱，牵一发而动全身啊！是云梦县陈悦同志吗？这里是省委办公厅。你好，我是陈悦。本周3，也就是后天，召开省委全会，全省县委书记均需参会，正式文件稍后下发。收到，我准时参加。喂，苏局长，不好了！别急，慢慢说。是学生安全问题还是突发事故？是老师全部罢课了。各位老师，我来了。有任何诉求、任何困难，我们绝不推诿，绝不压制。苏局长，我们从来不想停课，我们不求特殊优待。上个月我孩子的奶粉钱、家里的水电费都是找亲友周转的，我完全接纳。给我半天时间，今天下午务必落实一笔专项周转资金，给大家一个交代。老王，出紧急状况了，一中全体教师停更做维权了，再拖下去会动摇教育根基。所有干部一律停发各类补贴，不是我们不想发，是财政阶段性承压，实在无钱可拨。那笔6亿的专项发展资金呢？能不能临时调去一部分？不行，专款专用，一旦违规，全县民生工程全盘崩塌。可眼下局面已经拖不住了，我们不能眼睁睁看着教育停摆，民心失落。老苏，我倒是有个人选，能解这个燃眉之急，就看你拉不拉下脸。谁？陆明。陆总，打扰一下。进来。陆总，县财政王局长和教育局苏局长在楼下，说是有急事要见您，已经等了大概10分钟了。让他们上来吧，你去泡2杯茶送进来。好的，陆总。陆总，百忙之中打扰您，实在不好意思啊。坐吧。陆总，实不相瞒，今天我们俩过来是遇到了一点比较紧急的情况。说说。
一中的老师今天罢课了。县里已经6个月没给老师们发基本工资了。今天上午，几十个老师坐在一中教学楼前面，要求兑现工资和绩效。账上没钱了。陆总，你也知道，上个月我们凑了5000万给中心路项目结了款，教育这块的资金窟窿一直没补上。教师工资不是一直都走转移支付专项吗？怎么会出现拖欠的情况？陆总，这个确实有一定的客观原因。前几年县里几个大项目同时上马，教育这一块确实受到了不小的影响。那今天二位来找我是干什么？借钱，先把老师们的工资发了。马上中考了，学生不能停课。是你苏局长个人借，还是县教育处借？教育处借，所有手续我们都会补齐，不会让陆总吃亏。要借多少？2400万，这是县一中老师们6个月的工资。陆总，您放心，这笔账县财政也认。我现在就可以给您出一份书面承诺函，签字盖章，绝不反悔。王局长，你刚才还说县里账上的钱连办公经费都凑不出来，这份承诺函在我这里和一张白纸没什么区别。苏局长，这些年教育系统的账，今天这个窟窿是怎么来的？你心里应该比我清楚。我只问一件事。陆总，您问我知无不言。除了一中，全县其他学校的老师工资和绩效还欠多少？陆总，您这是要把全县老师的欠薪都解决了？王局长，你可真敢开口！全县那么多学校都这么闹下去，到时候不还是得来找我？明白，还是陆总考虑的周到。大概要2.5个亿。你们可真能欠啊！陆总，过去我们之间一直有嫌隙，也都是我这边的原因。但现在马上考试，能不能通融这一次？钱我可以借，但我有个条件。陆总，您说什么条件我们都答应。这个事儿不能瞒着，必须立刻汇报陈书记。就在这儿打，开免题，大家一起听。哪位？陈书记，打扰你开会，有急事儿。直说。县一中老师今天停了课，工资拖发了，缺口大约2400万。老师工资是底线，怎么没提前做好预案？是我考虑不周，没料到事情闹这么大。我现在跟王局长在陆明办公室，陆总听说这事儿，主动留下来一起想办法。愿意帮忙是好事，陆总是做生意的，不能让企业替政府扛工资。我明白。你现在立刻去找何县长汇报。王卫国，你去财政局走放款流程。好，我马上安排。还有问题？一中是解决了，但全县所有学校都拖了工资，不如一次性把全县缺口补齐，不留后患。全县还差多少？除去一中那笔，还要2.4亿。数字我记下了，继续说你的想法。我没忘少报，一次性结清，才能让所有老师安心。手机给陆总。陈书记，陆总，今天这个事儿我不绕弯子了。县里正在向上级争取调度资金，程序已经在走，但需要时间。中考、高考在即，教育系统需要稳定，几百位老师需要一个明确的保障。这个时间差，我想请陆总和云梦投资搭把手。当然，县里会依法依规把账算清楚。陈书记，这个手我搭，钱我可以出，但不走借款。我东区2500亩土地还有一笔土地款没结清，我提前打2.4亿，全部用来发全县教师工资。另外，我想办一所从小学到高中的一贯制学校，对外公开招生，全校老师工资由云梦长期兜底，想问问县里能不能审批？陈书记，基础教育不能长期依靠临时借资金来维持。一中今日教职工诉求难题我出资解决了，若后续2中乡镇各校接连出现同类困境，总不能一直由我兜底，这样下去不是长久办法。云梦县现在的问题不只是财政紧张，是教育系统没增量、没有竞争、没有稳定预期。财政紧，老师待遇上不去；待遇上不去，好老师留不住。最后县城没人，学校没人，财政更没钱，这是死循环。所以你要办学校，是想打破这个循环？对，我申办一所12年一贯制学校，从小学到高中，校区放在东区，配套云境天柱和高铁新城，建设、师资、运营全部由我出资。学校择优公开招生，贫困生免学费，优等生设立高额奖学金。这是好事啊，陆总。陆总心系学子，县里怎么可能不支持？不过我有个要求。陈书记，请讲。教师你能不能从外地招？县里的教师资源本来就不充沛，如果从一中、2中实验一高抽调老师，会打乱现有教学秩序。我支持你办学，但不能让公办学校立刻塌一块。教师和学生我都可以从外地招。陆总，这可真是想到一块儿去了。说明方向没错。县教育底子确实比云梦强。前几年他们把财政大头砸在学校上，一中、高中部、实验学校都办得不错，可眼下他们那边也面临不少难题。工资一般，房价不低，晋升慢，年轻老师压力大，待遇给够，平台给够，尊重给够，愿意来的自然会来。手续上，你准备申请材料，民办学校审批流程不短，但这件事我来推动。苏局长，你去协调相关部门，所有前置材料一次性列清，不准设置隐性门槛。明白，我亲自盯。
还有一中复课的事，立刻处理。王局长，待会儿陆总的钱一到账，马上妥善结清教师薪资。陈书记放心，财政局这边绝不拖后腿。陆总，这份人情我记下。陈书记，我不是送情，我是提前缴土地款。陆总，今天这个事儿幸亏有你。王局长，别急着谢。2.4个亿进财政专户后，只能用于结清教师薪酬，我会让财务备注清楚。我要一份全县教师薪酬发放明细，学校人数、姓名、金额、到账时间，少一项我就找陈书记。应该的，应该的。苏局长，办学校的材料，今天下午我让沈黎对接你。初次办学，有不懂的地方，苏局长你要多多指教。陆总，你有不懂的地方尽管开口，我苏国栋但凡卡你一点，我把苏字抠了，改姓陆。陆渊，打钱。王局，非费专户入账2.4亿，到账了。王局长，钱进了专户，出去就要按规矩走。陈书记那边有电话意见，纪委备案，教育局造册，人事复核，银行直发，一步都别省。陆总放心，我加急处理。四方用原工资名册紧急预拨，一中下午到账，城区今晚推完，乡镇明天上午覆盖，后续再做差额复调，公示补发。我亲自盯教育局这边，不准截留，不准缓发，不准以任何名义扣款。辛苦二位了，去办吧。不错，今天算捡回半条命，是老师们捡回半条命。怎么了？到账了，真的到账了。这不是。我们接着上节课的内容，把剩下的知识点讲完。局长，要不要开个会？不用，让他们上课。会不会太大？12年一贯制，高标准配齐教学楼、实验楼、体育馆、宿舍食堂，300亩真不算夸张。这个位置刚好卡住北区入口，学校建起来，周边住宅价值直接抬升。陆总，我建议申请非营利性民办学校。非盈利是不能收费？不是免费，各项收费按规定收，但结余不能分红，必须全投回学校建设和教学改善。从审批角度看，非盈利性更容易拿政策支持。最关键的是不用缴纳土地出让费，就非盈利。校名呢？云梦泽明德学校。我汇报一下云梦县的实践。云梦县财政困难，历史欠账重。过去我们等钱、等项目、等政策，但等不来发展。现在云梦投资预缴2.4亿，清偿教师欠薪，同步启动产业园、文旅小镇、新城配套。昨天又提出办非盈利民办学校，用企业资金补教育短板。陈书记，我刚才没听错吧？那个陆明还要办学？你们县有那么多老师吗？有那么多学生吗？办什么学？招得来师生吗？刘书记，你没听错，这个就交给陆总来处理吧，政府不便过多参与。从今天起，云梦投资成立教育事业部。沈黎，你尽快找个负责人。好的，有没有什么具体要求？这个人也是未来云梦泽明德学校的校长。首先要懂教育，一定要有一线工作经验；其次要懂管理，能调动老师的积极性。还有，他的视野要开阔，学生不能只是死读书。陆总，这种级别的教育专家，基本都在1、2线城市的顶尖名校当副校长或校长，甚至在体制内有很高的级别。让他们放弃编制和平台，来云梦县这个刚起步的民办学校，恐怕薪资不设上限，只要人足够优秀，年薪300万、500万，甚至1000万都可以谈，外加安家费、配车，东区云境天曲的大平层。还有一点，这个岗位最终面试由我来定。陆总，忙着呢。再看学校的选址方案，我看了马部长他们的汇报，你那块地选的可以。我代表县委高度肯定，全力支持。多谢陈书记，该是我谢谢你。路网的事儿我想清楚了，起源箭头那边你不用为难，走掉。省级示范项目的牌子不要了吗？牌子可以以后再争，路必须马上修。200公里路网，县里按程序整体打包。你牵头，恒达施工，政府专班监督。陆总，广阔天地，任君翱翔。坐。白局长，
200公里路网项目交给陆明那边做，但程序上不能有任何瑕疵。那省级示范项目的申报，好的，陈书记，就是按规定没有启动箭头的话，没了启动建构，我们这路还修不成了。你要是想不出办法，我来替你想。能去办吧。启动烂尾项目的复工筹备工作。好的，陆总。陆总，猎头那边有反馈了。说说看。我们联系了北上广3家顶尖猎头公司，按照要求，最后筛选出3位候选人，重点是第3个。顾怀章，对，平陵县一中老校长，3年前因病内退，现在身体已经恢复。他在平陵教育界深耕30年，门生故事遍布平陵各大学校。平陵县这些年能把教育做成招牌，他居功至伟。这人我怎么好像在哪儿见过？我想起来了，是有这么个人。他讲课是真有一手，一个教数学的，还懂历史、懂政治，甚至还能讲几句英语，水平很高。那就先重点对接他。嗯，好，我下午就去，正好顺便看看那边的招工情况。林局长，陆总，林局长，你还真是风雨无阻啊！之前确实没有想过做这个事儿，经过陈书记一点拨，很受启发。好吧，那你先拍着，我去工地上转转。咱云梦县真是赶上好时候了啊！来了个陆总，你见过陆总吗？我听说很年轻啊。见过，我还跟他一块喝过酒，年轻、好心、有钱，牛啊！你毛酒喝的啥酒？毛酒啊，肯定是毛酒啊，酱香不上头，六粮液偶尔也喝。厉害厉害，真羡慕他呀！小心！累了就歇歇，身体要紧。陆总，我不累不累。陆总。您怎么来了？过来看看，那人怎么回事？陆总，没事，就是有点累。说实话，王坤，我让你说实话。咱公司什么时候有这个规矩？请假就开除，谁定的？没人定这个规矩，是他们自己心里怕。怕什么？来咱云梦，一天400，干得好还有奖金，这待遇。他们以前想都不敢想。于凡前天搬钢筋扭了腰，我让他休息，他死活不干。他说这么高的工资，要是因为请假耽误了工期，老板肯定觉得他没用，身体垮了还干什么活？他们不懂这些大道理，他们只知道万一真被开除了，怕是再也找不到这种工作了，所以宁愿疼死，也得咬牙撑着。去把他叫过来。好，我这就去。陆总，扭伤几天了？真没事儿，就是不小心闪了一下，我还能干。今天我在这里定个规矩，以后在工地上，只要是工伤，医药费公司全包，养伤期间基本工资照发。但是，故意隐瞒病情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，我以后再也不瞒了。你扣我钱行，你打我也行，求求你别开除我。陆总，你是个大好人，我实在是没有办法。我有个妹妹，叫于颖。毕业后回了我们平林县，在一中当老师。可是今年平林县的不知道怎么了，已经大半年没给老师发工资了。我爸早走了，我妈常年卧床，吃药得花钱。以前我妹的工资还能顾着家里，现在她自己连饭都快吃不上了，还怎么管家里？我没有要开除你的意思，有病就去看，有困难就汇报。只要是我云梦投资的员工，我都会管到底。好，陆总，从今往后，你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。对了，方便把你妹妹的联系方式给我吗？陆总，于凡那个妹妹是要安排工作？她是平林一中的老师，明德学校缺人，正好让沈黎摸排一下平林的教师工资情况。哦，你刚才想什么呢？我在想，怎么平林也发不下来工资啊？不过这倒正好，有痛点，有痛点就有需求。好好开车吧。您好，顾校长，我是云梦投资的沈黎，之前电话里联系过您。进来坐。顾校长，
之前电话里简单跟您介绍过我们公司的情况。你们公司我了解过，你们老板陆明在云梦县声望很高，老百姓都念他的好。顾校长过奖了。你电话里说请我出山，我没太明白。你说你们老板要办个学校，恕我直言，商人办学我向来是不看好的。国家这几年你也看到了，资本干预教育，这不符合政策方向。顾校长，12年前您来我们实验一高上过一堂公开课，当时我们高一，陆明总是喜欢坐第一排，什么事儿都要争第一。那天我帮他抢的座位。12年前，云梦实验一高。对，您那堂讲的是数列，但中间岔开讲了一段斐波那契数列在建筑学里的应用，还提到了黄金分割和古希腊神庙的注释比例。我想起来了，那年是受你们校长邀请讲公开课，台下坐了600多个学生，前排有几个特别亮眼的孩子，陆明就是其中一个，他到现在还记得那堂课的内容。那孩子不错，博闻广志，不读死书，脑子也活泛，我印象很深。这个孩子就是现在社会上盛传的云梦投资老板。对，是的。他怎么想着办学校了？陆总说，云梦县缺的不是钱，是人，留住人靠产业，培养人靠教育。他要建的不是一所收费学校，是一个能让云梦县的孩子不用背井离乡也能接受好教育的地方。顾校长，陆总的原话是：不要做题机器，不要唯分数论。基础教育阶段，把底子打牢，把视野打开，发现每个孩子的闪光点，让每个孩子都有选择的权利，而不是只有一条路可以走。这么办学，传统意义上的升学率可不一定很高啊。顾校长，我们陆总不要求这个。高考固然能提升阶层，但这个选择应当由学生自己来选。他们学习不应该是为了应付考试。陆总认为，教育工作者应当给学生树立正确的三观，让他们能够更好地认识世界。至于中考或者高考，是他们有了基础的三观和更加开阔的眼界之后才应该考虑的事情。他还说，老师是学校的根，给老师体面的收入、体面的社会地位，老师才能安心教书。明德学校的教师薪资起步就是公办的3倍，正主级教师年薪不低于50万。小沈，你们陆总今年多大？顾校长，陆总今年25，他一直以您的宗门不记名弟子自居。他说您当年的那堂公开课是他这辈子听过的最好的课。这孩子有灵气，我倒是真想一直教他，可惜我们没有师徒缘分，可惜呀，可惜。所以顾校长，您如果可以出山，陆总一定非常高兴，到时候你也可以续一续师生缘分。这个事情我需要考虑考虑，毕竟不是小事，牵扯很多。当然，事关重大，还是要慎重一点。这是明德学校的初步规划方案，选址、规模、办学定位都在里面，你有空可以看看。顾校长，不管您最终怎么决定，那堂公开课我和陆明都一直记着，谢谢您。沈黎，你跟陆明，你们关系进展到哪一步了？你们结婚了吗？顾校长，我和陆明是同事，也是老同学。你好，是于英老师吗？我是云梦投资的沈黎，您哥哥于凡在我们公司工作，他把您的联系方式给了我们，想跟您了解一些情况。什么情况？关于平陵县教师薪资待遇的事儿。沈总，这事儿我不太方便多说。理解，于老师，这样，我现在就在平陵一中门口，如果方便的话，咱们见个面，不聊敏感内容，就当交个朋友。你吃点什么吗？实不相瞒，我是来了解平陵县教师待遇现状的。你哥在我们工地干活，腰扭伤了都不敢请假，怕丢了手头的工作。他念叨说，你这大半年薪资一直没发齐，日子过得紧。何止是没发齐啊！从去年9月到现在，只发了3个月的基本工资，绩效课时倒是补贴、班主任津贴这些都还在统筹调度，暂时没能兑现。有人去主管部门反映过吗？去年冬天，我们教研组长带着6位老师去了教育局，在接待室等了一下午，财务股的同志当面给我们交了底。这2年县里传统产业转型、税源收窄，加上乡村振兴、基层医疗这些刚性民生支出只增不减少。平陵县一共多少老师？全县这部分待兑现的薪资加起来，大概有多大的缺口？具体总数我不清楚。沈总，你们调查这个是要做什么？于老师，我就直说了，我们老板在云梦县筹办了一所学校，叫明德学校，12年一贯制，民办非盈利性质。这个信息你可以跟你的同事们说说。
我们不勉强任何人，但我们的大门始终是敞开的。我哥跟我说过，说什么了？他说陆总是个好人，去你们学校的事儿我会认真考虑的。对，全额垫资，您这边再斟酌下。好，麻烦您这边走报名流程。陈书记，启东建投报名投标了，你没写明全额垫资的要求吗？写清楚了，但对方还是提交了投标材料。让他投就是，只要程序合规、资质达标、具备垫资能力，我们就不能阻止市场主体正常投标。明白。王启东到底打的什么算盘？12亿的垫资规模，他吃得下，还是说根本不在乎中不中标，就是要往这个项目里插一脚？王总有何贵干？陈书记，打扰了。我知道路网项目云梦县已有既定安排，但我还是递了标书，不是来搅局的。王总说笑了，招标是公开的，任何符合条件的市场主体都可以参与投标。县委县政府从未做过任何私下安排。对不起，是我失言了，陈书记不要见怪。陈书记，我的意思是，经过我们公司多部门联合研判，最终决定，就算这个标最后不是我们启东建投中标，我们也会尽全力协助云梦县申报此次省级示范路网项目，请陈书记放心。王总，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。陈书记，这一次确实是无偿协助，只麻烦您跟陆总通个气儿。他如果顺利中标，挂靠我们单位资质，我们以联合中标体的形式推进项目就行。王总，你误会了，我可做不了陆总的主。王总，这件事儿你得亲自跟陆总谈，明白吗？明白。另外，上次开会，陆总很不高兴，你要有心理准备，最好带着诚意。王来了。好的，陈书记，我明白了。陆总，平陵县的情况摸了个大概。先说于颖那边，他证实了于凡的说法，从去年9月到现在，只断断续续发了3个月的基本工资。看来这几年各地财政都在过紧日子。顾怀章呢？什么态度？顾校长看过了我们的办学规划方案，没有当场拒绝，但他有顾虑。他觉得商人办学最终都会走向逐利，不过他承认我们的理念和他不谋而合。有顾虑是好事。平陵县的财政缺口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大。于颖说，如果明德学校真的能兑现承诺的待遇和理念，平陵一中至少有1半的骨干教师愿意过来。那就不急了，反正学校还没建成，让子弹飞一会儿。您这招顺势那行，平陵县那边估计得头疼一阵。他们头疼不头疼我不管，我只要能留住好老师。学校的图纸设计催一下，东区的地已经评出来了，下个月必须动工。陆总，启东建投的王企业王总来了，在楼下会客厅。请他进来。陆总，冒昧来访，打扰了。王总客气，请坐。陆总，昨天在陈书记那里，时间仓促，有些话没说透。云梦县这200公里路网改造，你们云梦投资全额垫资，这魄力行业内少有。但工程这行水很深，里面很多门道，容易吃亏。我们启东建投在省内做基建，那是挂了号的。我可以动用公司的资源，争取拿下省级示范工程的牌子，并且我们免费提供全套的质量控制体系和技术指导。王总这么大气啊？陆总这话有些伤人了。伤人吗？我只看事实。启东建投是省内大企不假，但这2年大环境不好，地方财政吃紧，你们这种靠政府项目吃饭的企业，日子也不好过吧？今年已经过半了，你们启东建投拿到了几个单子？拿不到单子就给上头交不了差。陆总，看在我们诚意十足的份上，给个机会。诚意十足吗？我没看出来。这还不足，陆总，省级示范的标签，多少人求着我们挂都求不来。这不仅是荣誉，后续还能申请专项补贴，对云梦县、对你们公司都是天大的好事儿。那是别人，不是我。再说，明显是你们比我更需要这个项目。哼，那你说，怎么才能同意我们联合中标？也简单，我手里有17个烂尾楼项目，做不完，你挑一个做做。陆总，这些项目情况比较复杂，我得带回去让团队研究研究。不急，王总，路网开标还有3、5天时间，您慢慢看。那我先回去了，有结果第一时间联系陆总。好，王总慢走。
气死我了！领导，我王启东。谈的怎么样？谈了，陆明开了条件。什么条件？他手里有17个烂尾楼项目，让我挑一个接。烂尾楼？他刚回云梦县不到半年，怎么会有烂尾楼？领导，这大概率是陈月的政绩工程交给陆明了。那陆明就愿意接啊？他不是很精明吗？这不合逻辑啊！领导，陆明这个人很奇怪，很割裂。他对云梦那是100个真心，但对云梦县之外的那可就全是心眼子了。哟，还喜欢做好事儿，王总，学学人家，企业做大了就应该主动承担一部分社会责任。领导教训的是，那陆明这条件，那你就挑一个呗，一个县城的烂尾楼而已，能有多大事儿？行，我知道了。尽快搞定。回去之后把法务和财务都叫上，今晚加班。好的，王总。一个25岁的年轻人，为什么半年时间能在5线小县城搞出这么大动静？师傅，去云梦泽生活广场。大爷，来逛超市啊？那您可来对了，我们这个生活广场全省都出名了。您好，欢迎光临云梦泽生活广场。姐，今天的黄瓜是早上刚到的。大爷，您找人？不找人，随便看看。小伙子，你是本地人？不是，来了1个月了，确实不错，老板仁义。去新城大厦。大爷，那是云梦投资的总部，您去那儿干啥？找他们老板陆明。陆总，楼下有位顾老先生找您。快把老先生请上来。顾校长，陆总真是一表人才。顾校长请坐。我有几个问题，当面跟陆总问清楚。您问。第一，办学无利可谈，却有名声，你办这学校是想给自己找块免死金牌？不是，单纯是给孩子们办的。第二，你方案里写了非盈利，运营资金从哪儿来？万一你的企业出了问题，学校怎么办？我会设立独立教育基金，就算云梦投资明天倒闭，学校也能独立运转至少20年。第三，办学是长久事，你确定做好准备了？12年前您来我们学校讲课，说教育不是把篮子装满，而是把灯点亮。我记到现在。这话是叶芝说的，但您把它落到了实处。那堂课之后，我才想明白，教育不该只教孩子逃离家乡，更应该给他们多一种选择。你对这所学校的考核点是什么？分数要有，但更要发掘每个孩子的特质。课程体系不合理，语文和历史课时给少了，还有师资引进不能只看学历，我要有招人自主权。没问题，以您的意见为准。薪资结构不对，绩效占比太少。最后一个，学校的功能配置我要全程参与。求之不得。方案我带走，1周内给你新版的课程体系和管理制度。顾校长慢走。刘书记，东郊工业园本月又流失37名工人，大多去了云梦县的在建项目。人社局和企业那边有没有跟进？人社局上周和重点企业开过对接会，咱们企业和云梦的日结标准还有明显差距，核心原因就是薪资差距。还有个情况，教育系统近期也有变动。教育怎么了？云梦投资的人私下接触了平林一中几位老师，暂时没人递交辞职信，但不少骨干在打听那边的招聘条件。盯紧专项补助进度。书记，还有一件事，我觉得得跟您汇报一下。你说。最近老百姓私下传句玩笑话，说咱们平林快成云梦的一个乡镇了，还有人调侃说您快成刘乡长了。
大家都看看自己面前的文件。3月至今，全县劳动力净流出500余人，80%以上去了云梦县。老百姓往收入高的地方走是人之常情，但也说明我们的产业承载力、岗位吸引力已经跟不上了。半年前，我们和云梦县还在同一起跑线，现在人家靠项目拉起来，我们再不发力，差距只会越拉越大。现在实行留、引、抢战略，留住现有市场主体，引进优质产业项目，抢回外流劳动力人口。从今天起，平林县的招商与稳岗政策全面升级。老赵留一下。补发时间表，尽快给老师们一个准信儿。另外，云梦新办的学校在挖咱们的教师工，学期中间人员频繁变动，最影响学生。你回去规范教师辞职、调动、档案转出流程，原则上学期内不批专任教师离岗。明白，我回去就落实。去忙吧，有情况随时汇报。陆总，项目我们研究完了，全完合成。王总眼光不错。陆总，工程续建大概8000万，重复销售历史债务和确权问题，必须由政府专帮先剥离干净，我们只接保交楼部分。那就万合成。王总，合同我让方律师起草，明天发你。好，那路网的事儿好说。陆总痛快。万合成给启东建投拟拟合同，把保交楼责任条款写死。现在宣布200公里路网改造工程中标结果。恭喜恒达建筑与启东建投联合中标，总价11亿8000万，工期14个月。公示期7天，第8天所有机械必须到位，200公里14个月，压力大不大？陆总，只要钱到位，效率绝不含糊。人不够，先从云境天柱和温泉小镇调，施工做好规划，尽量不影响百姓出行。陆总放心，分段施工，最大限度便民。陈总，招聘继续提速，周边县职高劳务市场，先把路网项目的1线工人补齐。明白。顾校长，平林县那边刚调整了教师人事管理的要求，辞职调动的流程收紧了。怎么个收紧法？本来辞职要4步流程，现在明确了，学期内原则上不批专任教师离职，每个环节的审核标准也更严了。真有人想过来，只要有一个环节卡着，档案转不走，社保接不上，咱们这边没法办正式入职。方律师带团队做平林教师招聘的合规预案，给招聘工作上强度。你怎么这个点过来了？老板发话要上强度，我怎么能拖后腿？那正好，顾老那边刚来的消息，平林县的教师离职流程走得特别慢。刘永昌书记那边把4个环节卡得很严。我还以为刘永昌能想出什么高招，原来还是这老三样。怎么说？行政流程确实能拦住普通老师，但也有相关的法律文件。只要我们有完整的证据链，证明明德学校的招聘合法合规，且老师们是基于个人职业发展做出的自愿选择，刘永昌那边就没办法无限期拖下去。我明天就带团队去平林县，在他们1中和3中附近租个地方当临时办公点。只要是想来我们明德学校的老师，我们免费提供全套咨询和流程上的指导。行，就按你说的办。不过不用那么急，毕竟老师们还没有大面积提出离职。老板放心，后发制人，我懂。陈书记，这是要出门。明德学校的申报材料，昨晚教育局连夜赶出来了，我拉着苏局长，我们亲自给你跑。辛苦陈书记了。你是出资方，也是学校的实际控制人，要不要跟我一起去市里跑一趟？我就不去了，专业的事儿交给专业的人。您是县委书记，这事儿您去谈，名正言顺。行，你等我消息。办学方面的师资力量和生源质量，你准备的怎么样了？平林县的顾怀章顾老已经答应出山给我们当校长了。顾老在平林县教育界威望很高，不少骨干教师也愿意跟着他过来。但是平林县那边对教师离职的流程审查的非常严。你放宽心，我去市里会对接教育局与人社部门，人才合理流动不该被行政壁垒限制。同时，我也会叮嘱平林县规范办理离职，杜绝无故拖延。平营县在正面争取资源，我在侧面提供好的平台。这是一场公平的博弈。
那就多谢陈书记了。哎，见外了，开团秒跟，方显英雄本色。这场博弈没有输家。方律，咱们就住这儿，条件是不是差了点儿？离一中300米，走路5分钟。再说我们也不是来度假的。云梦县明德学校，真要去的话，确实能缓解家里的压力。于老师，张校长请你去一趟办公室。小于啊，你来咱们一中几年了？3年。我就直说了，最近是不是有外面的学校在联系你？张校长，我没有投过简历。小于，我也是当老师出身的，你们的难处我都知道。张校长，我理解，但是教育局能不能理解我们？我们也需要工资过日子的。于老师，我跟你说实话，目前局里有明确规定，为了稳住教师队伍，近期的辞职调动、档案转出所有手续审批都卡得很严。于老师，为人师表，责任很重要，困难时期很考验我们的定力，再多坚持坚持，守得云开见月明。张校长，没别的事儿的话，我先回去备课了。妈妈这个月的药多亏了哥打来的薪水支撑，他每次给我发消息都夸老板体恤员工，不但待遇好，还从不拖欠工资。或许是时候向前走一步了。平陵那边有动静了。怎么说？主动上门咨询的教师11人，其中6名明确表达了离职意向，学科覆盖与输音互化，都是骨干。那个于颖呢？他是第一个回复短信的，情况比较特殊，他母亲长期卧病，哥哥在咱们工地干活，家庭负担很重，这事对他来说不是面子问题，是活不活得下去的问题。也是个苦命人，所以他没管别的，直接就提辞职了。但平陵那边卡得很死，教育窗口直接不收，说系统升级让回去等通知。6，确实6，不过这种事儿拖不了太久。我已经让小周整理好了所有薪资研发放佐证材料，随时可以走程序。还有个有意思的是，平陵教育局长赵德明对于我们招老师的事有过明确表态。他说什么了？苦一苦老师，估计赵德明也是没办法了。刘永昌那边压得紧，而他又实在发不出工资，只能这么说了。确实，这种夹在中间，他也确实没别的办法了。还有那个刘永昌，他之前开了个会，重新定调了平陵县招商政策。有钱就是不发工资，问酒有大用，这种人不起。先把法律援助的口子开着，让想走的老师知道有路可走。留着。陈书记去了市里，先看看市里什么态度。好，那我这边继续收集信息。材料我看了，12年一贯制，非盈利性质，企业全额出资，独立教育基金兜底，想法是好的。云梦县的教育短板您是知道的，留不住好老师，招不来好学生，恶性循环。陆明这个人做事实在，是真金白银往里涂，即便企业出了问题，学校也能撑20年。师资呢？校长已经定了，平林县的顾怀章。顾怀章，他不是退休了吗？对，这就是陆明的魅力了。树顾老在全省普教这一块都是数得上的。岂止啊，省教育厅张厅长他们可是几十年的老同学啊！还有这么个事儿？对，所以说这个陆明不简单啊，陈书记，你有福啊。这么说，陆明把顾怀章挖过去，那是要动平山县的老师了。这个我的想法是交给市场，由老师自己选择。这个事儿就这么办吧，市里没意见，省里你们自己去跑，我不能抢功啊。高书记，功不在我，没有你的英明决策，我们许多事儿也办不成。陈书记，我没记错的话，你这是上任以来第一次来跟我汇报工作吧？是的，高书记，云梦县历史遗留问题很多，处理起来也很棘手，一直不得空。当时确实很仓促，流程上简化了。我也是在你到了云梦县之后才得到的通知。孙长明那边相关情况基本都梳理清楚了，但涉及到云梦县日常运转的部分，还需要有人去对接一下。你要不要去见他一面？陆总，人齐了多少？4860人，加上恒达原有的班底，路网项目的施工队伍已经突破5000人。周边几个县没再卡人，这他们怎么卡得住？周启明那边准备的怎么样了？200多台机械全数进场，3座搅拌站建成。周总承诺，整条路网10个月就能通车。好，走，去现场看看。陆总，您怎么亲自来了？
来看看你的基建狂魔，这阵仗不小啊！必须的，5000人分了12个标段，同时开工，2班倒，人歇机器不歇。周总，还是那句话，进度要快，但质量必须是第一位。您尽管放心，这是我这辈子最大的工程，也是将来我退休以后给儿孙吹牛的资本，我断然不会糊弄。周总，今天先到这儿。行，工地这边我全程盯着。回去了。系统检测中，数据核对完毕，恭喜宿主！云梦县新增人口首次突破1万人，当前人口总数61万0247人，里程碑成就达成，万人来朝。你是陈月？是的，来跟你交接工作，一些疑难问题总要确认一下。你运气好，高铁站落地，年底你的政绩会很漂亮。这都是云梦县的发展。云梦县，现在是陆明的云梦县了。陈月，你是个聪明人，但你可能没看透陆明。陆明这个人太可怕了，他手里握着庞大的现金流，但他从来不碰项目核心流程。你看他干了什么？超市、地产、修路。他现在还准备办一所学校，全县的路他还要修一下。你刚想说什么？高利润行业他看都不看一眼，他只抓民生，衣食住行全数覆盖，百姓日常所需全由云梦投资，等于把根基扎在了底层。你明白吗？他靠资本收拢民心，总有一天，你在县里下发的文件未必抵得上陆明一句话。孙书记，你错了。陆明愿不愿意碰，我不管，只要他合法实干，实实在在为云梦建设造福百姓。他有抱负，我搭平台；他求发展，我给空间。防备他、打压他，不是我的做法。孙书记，老旧的政商模式已经落幕，无关旁人，你只是被时代抛下。陆总，人齐了，多少？4860人，加上恒达原有的班底。路网项目的施工队伍已经突破5000人，周边几个县没再卡人，这他们怎么卡得住？周启明那边准备的怎么样了？200多台机械全数进场，3座搅拌站建成。周总承诺，整条路网10个月就能通车。好，走，去现场看看。陆总，您怎么亲自来了？来看看你的基建狂魔，这阵仗不小啊！必须的，5000人分了12个标段，同时开工，2班倒，人歇机器不歇。周总，还是那句话，进度要快，但质量必须是第一位。您尽管放心，这是我这辈子最大的工程，也是将来我退休以后给儿孙吹牛的资本，我断然不会糊弄。周总，今天先到这儿。行，工地这边我全程盯着。回去了。系统检测中，数据核对完毕，恭喜宿主！云梦县新增人口首次突破1万人，当前人口总数61万0247人，里程碑成就达成，万人来朝。陆总，恭喜啊！恭喜路网正式开工。陈书记，这是从市里带回来好消息了吗？是的。走，进去说。治理的最新指示跟你说一下，省里市里都有政策背书，你接下来放开手脚干。哦，顾校长跟省厅张厅长是同学？对，这下上下都有人支持你。陈书记放心。还有个事儿，我见到孙长兵了。怎么说？相关情况他已如实说明，市里正在统筹推进工作。泥头车一事，我们会给你公正答复。
吃饭没有？吃过了。你别弄，让你爸弄就行了。今天路上堵得厉害，你们修路动静太大，忍几个月修完就顺畅了。路早该修了。你三叔今天还说，以前去乡下烂路能把人颠吐。爸妈，咱家房子重新盖吧。啥？把周边宅基地全拿下，重建3进大院，前院待客，中院自住，后院种菜养花，配套地暖新风，亲戚来也有地方住。别，咱家就3口人，院子太大浪费，你生意处处用钱，该省着点儿。花不了多少成本，调云境温泉小镇施工队3、4个月就能建好。3进院子得多大一片地方？咱家老宅200平，3进院1500平，是现在7、8倍大。不行，规模太大，就算30口人都住得下，太高调招人闲话。周边邻里老宅，人家未必愿意出让宅基地吧？好办，用翡翠城房子置换1:2补偿，价给到位，不愁没人换。那这院子我还接着修补吗？依我看，不必再修补了。行。你们爷俩手里有点钱就不知道安分了。这么晚了，你去哪儿？倒垃圾。哎呀，我劝过小明不用大建，他非要修3进大院，前院待客，中院住人，后院种花，我觉得浪费。他却说专为我们老2口养老，怎么劝都不听。3进大院那得花多少钱啊？谁能算得清？孩子长大了自有主意，我管不住喽。陆总，3进院落设计团队对接完毕，该项目是否纳入云梦自有产品线？我自家老宅也要打上品牌标签。我认为可以作为样板参考，新中式低密院落能给东区高端住宅做参照。你这是拿我家当样板屋开玩笑？不是玩笑，我建议东区同步规划同款院落住宅，设计团队一并出方案，还能分摊设计成本。可以。顾老，陆总，多名优秀教师主动联系我，想来明德任教。顾校长，这可是大好事。确实是好事，但老师们有顾虑。若是现在离职，明德学校未完工，暂时没有授课场地。有钱确实能推平很多障碍，但时间买不到。明德校区最快也要明年春天才能交付，中间这大半年的空窗期是个硬伤。苏文的案子重新审理了，针对伤人事件已经如实说明，现在苏文这边只有医保的案子，倒也在情理之中。这件事最终会如何定性处理？事关重大，即便主动退还相关款项，还是要承担对应的法律责任。陆总，苏国栋来了，还带着个孩子，说想见您一面。让他进来。陆总，哥哥好。这小子比他爹苏文有出息多了。苏局长，坐吧。陆总，我今天是来替苏文感谢您的。案子是市里定的，我没插手，我也插不上手。是，我今天来还有个冒昧的请求。什么？这是我的孙子苏浩，我想让他做你明德学校的第一个学生。苏局长，学校虽由我出资，但招生有统一标准，不接受特殊安排。我明白陆总的意思，我只是给陆总表个态。招生一开，苏浩第一个报名。苏浩能报名的话，可以说天然是个金字招牌。苏局长，既然你说到这儿了，正好我有一事请教。尽管开口。眼下最大难题是学校未完工，教师没有教学场地。学校建成时间，我看不是问题。怎么说？您可以暂借职高闲置教学楼临时办学，这几年生源不足，闲着也是闲着。我跟周校长说一声。那这个出租费用怎么说？不收租金，职高无偿提供场地，直到明德学校建成。周校长，安排人把空闲的教学楼清扫干净，给陆总的明德学校临时办学用。陆总，搞定！你现在就能全面招生，顺利的话，秋季就能开学。那就全面启动吧。马老师，顾校长亲自打的电话，说明德学校语文学科带头人的位置给您留着。待遇呢？年薪20万起，5险1金全额，寒暑假带薪，还有安家费，直接打卡上。顾校长还说了什么？说云梦有临时校区了，秋季就能开学，有意向这周给顾校长答复。方律师，我这个情况学校不放人怎么办？于老师，关于平陵县的薪资发放问题，你离职完全合规，不用顾虑。但是档案仲裁转档，15日内不办理，直接申请强制执行。那我过去的话，能住哪儿？
明德提供过渡宿舍，落户云梦还能领5万以上人才补贴。方律师，我签。说，截至今日下午3点，平林3所重点中学共23名在编教师递交辞职申请，涵盖6个主要学科。云梦明德学校今日在本地公众号发布办学介绍与开放日预约，评论区家长反响很强烈。还有恒达3个工地这周60多名工人全都去云梦了。那个陆明，他在平林县还有什么动作？他们旗下超市好像在规划平林配送线。什么意思？筹备我们县的配送路线？是这样的。这是要闹哪样？陈书记，给个说法。刘书记，你要什么说法？你们那个陆明来挖我的老师，这事儿你们做的妥当？我只知晓他办学，但不知道他去挖你们的老师啊！装迷是吧？你真冤枉我了。陆总招人属市场行为，省里也要求政府不干预市场。没什么事儿，我先挂了啊。这么玩是吧？行。高书记，明德挖走我县多名教师骨干，各校师资压力极大。刘书记，教师流动需按制度规范看待。我支持人才流动，但对方高薪挖老师，破坏区域教育均衡。薪资问题解决了吗？正在多方筹措资金，方案已走审批流程。流程不代表解决。高书记，我县财政实在困难。云梦财政同样紧张，但人家拿出了解决办法。薪水本周一定解决。教师流失，望市里划定政策，给我们时间缓冲。市里不便干预市场招聘，有疑问走正规书面上报渠道。明白了，高书记。教育关乎民生，别小事酿成舆情。小林，刘书记，通知各部门和3所中学校长，半小时后开会。先说薪资问题，财政目前还有多少可调动资金？刘书记，账上可用现金不足1个亿，先挤出1000万补发教师薪资，明天上午务必到账。1000万只能补齐部分欠款，缺口依旧很大，能补一部分也要立刻兑现。教学出问题代价更大，剩余缺口本周拿出筹策方案，今晚拿出细化的师资稳控方案。我们初步规划4条举措：1、教师支援住房补贴；2、教师子女入学优待；3、高级制程向一线倾斜；4、设立教师奖励基金。资金从哪里保障？财政兜底一部分，联动企业设立教育补助，提高教师待遇。散会之后，我马上联系企业。我梳理下教师离职流程。在编教师离职需校方同意，教育局审批，合同纠纷走仲裁均有法定时限。合规前提下，流程需要多久？材料齐全，办理周期约1个月。利用这1月缓冲期，补发薪资，落实福利，逐一对教师谈薪，尽力留人。宣传部做好舆情引导，理性探讨跨区域师资流动下教育均衡问题。各位，平林教育正处难关，补齐待遇短板正视自身问题，同心守住教育基本盘。师资稳定不住，我承担首要责任，大家各司其职，担起责任。今天散会。凌晨1点，一篇自媒体评论悄然上线，矛头直指县域师资流失、教育均衡难题。宣传人员连夜值守监控评论，面对舆情束手无策，只能持续引导。陆总，做好准备，明天省教育厅张厅长专程过来拜访您。明白，我明天妥当接待。顾老，张厅长他们应该快到了，我们下去接接。不用，你就安稳坐着。张厅长，陈书记亲自来接，客气了。我就是来看看，不是视察。应该的，陆总在楼上等着。苏局长，这个明德学校的事儿，你们教育局怎么看？张厅长，云梦公办教育经费紧张，陆总出资办学是雪中送炭，审批我全程盯的，合规。张厅长好。陆总真是年轻有为，比照片上看起来年轻多了。您过奖了。我先说明来意。省厅收到邻县反馈，有关跨区招教师、民办办学规范问题，我来实地了解一下情况。
张厅长，请问，老顾，你是明德学校的校长，你先介绍一下学校的整体情况吧。明德是12年一贯制非营利学校，办学资金由云梦教育专项基金单独专户管理，我担任校长，全权统筹校务。现有签约教师19名，均持证入职，无违规离职人员。临时校区的事儿呢，借用县之高闲置教学楼，并签有协议，过渡期招生不超400人，待正式校区建成后再逐步扩张。我有个问题，请陆总解释一下。您说，云梦县现在是否存在教育资源不足的情况？张厅长，云梦发展加速，人口必将回流，现有教育资源迟早饱和，我们办明德也是在未雨绸缪。陆总有魄力，陈书记有格局。不过，民办义务教育管控严格，不少学校乱象频发，且靠学费运营，生源不足，极易资金断裂，这是我们不愿看到的情况。厅长，你能不能不打官腔？这些咱俩之前电话里我都跟你说过了，还在这问。那你能不能给我点面子？我来干什么来了？旅游不能问问？你挑重点说，别搞绕弯子那一套。行，我这次来啊，确实是给大家吃个定心丸。陆总办学，我个人是支持，但是有几条线必须守住。第一，义务教育严禁有盈利行为，学费标准报备，财务接受年度审计，已经在执行。义务教育学费不超成本，年报同步教育局与省厅。第二，必须落实6个独立，与企业业务彻底分割，注册支出就按6独立搭建，全程法务审核。第三，教师招聘虽合规，但切忌跨县挖优质师资，不能造成邻县师资流失。您顾虑合理，但有一点没说到，我们师资生源都存在缺口。陆总，这话怎么讲？您怕我们掏空邻县师资，前提是学生不流动，人往高处走，师生都渴求优质资源。云梦配齐住宅、商业与顶尖明德学校，欢迎平邻师生举家迁入。生源随资源流动，并非掐尖，只是城镇化正常人口迁徙。既然是人口流动了，那是陈书记和市里要考虑的宏观问题，不在我这个厅长的职权范围内了。既然来了，去临时校区看看吧。张厅长，欢迎莅临云梦高中指导工作。你好，你好，我们看看你们给明德学校准备的教学楼。您这边请。硬件不错，消防和安保呢？安保全部达标，全域监控接入明德独立安保系统。不错，周校长做事很扎实。那我们再去新校区看看。张厅长，我们现在站的位置就是明德学校的南大门。按照规划，教室配齐智慧教学设备，配套标准运动场、恒温泳池、各类专业运动场馆，另设图书馆、报告厅、景观广场等全套公共设施。这个规格的学校，1线城市都不多见啊。陆总，这个开办成本可是不低，要做就做最好，成本我们不设上限。向南1公里再建高铁枢纽，西侧是2500亩生态住宅云境天筑，配套3倍规模的大型生活广场。张厅长，明德学校是东区100亿规划核心，学校建成后，云境天筑的业主子女享有优先就读权，交通商业配套齐全，致力打造留住各地人才的宜居教育高地。后生可畏啊，放开干吧！希望你能给云梦县和周边的孩子添上一双翅膀。我对不起大家，这几个月大家受苦了，县财政困难，这是事实。但我作为县委书记，没能保障大家的饭碗，这是我的失职。我今天站在这里，不是来给大家画大饼的，也不是来讲大道理，我是来还债的。各位老师，县里刚刚统筹了一笔资金，一共3500万，今天上午已经全部打入各校账户，现在正在往大家的工资卡里发，先补发1个月的基本工资和绩效，后续的钱县里砸锅卖铁也会凑齐。云梦县那边开出的条件我也听说了，很高，非常好。人往高处走，这是人之常情。换作是我也心动。但我们平陵县的孩子怎么办？我们穷，我们落后，我们留不住人才。如果我们连你们这些守着3尺讲台的老师都留不住，平陵的下一代就真的走不出去了。他们都是你们带了很多年的孩子，是你们的心血，有你们带，也是他们的骄傲。你们是平陵教育的脊梁，如果你们塌了，平陵的未来就断了。我教了35年书，我哪儿也不去，云梦县给多少钱我都不去，我走了，
我带的那个半夜班谁来管？马上就要中考了，我不能做逃兵。咱们当老师的，图的是什么？不就是看着孩子们有出息吗？县里有难处，咱们勒紧裤腰带挺一挺。为了钱扔下学生，我这辈子良心不安。我们不走，和县里共度难关。顾老，怎么了？平林县那边出招了。刘永昌今天下午开了一场全县教师动员大会，花了3500万，这也算是出了点血。但最狠的不是钱，刘永昌这招道德绑架，直接把离开和平林的罪人画了等号。知识分子、文人清高，最看重的是名声，最怕的是被人戳脊梁骨。于颖呢？别动摇了，她是个好姑娘，责任心重。越是有责任心的老师，越容易被这种话术套牢。她觉得现在走对不起学生，过不了自己心里那一关。陆总，这事交给我，我再去一趟平林。沈总，我都知道了。刘书记给你们补发了1个月的工资，是吗？所以你觉得县里有诚意了，日子能熬下去了？县里确实困难，他们已经在想办法了。于老师，我们做人事的喜欢看底层逻辑，这笔补发的工资是怎么突然有的？明德学校在招人，变化就发生了。这4000块之后呢？下个月的明确时间表会上给了吗？1块糖解不了半年的渴。如果这扇门关上了，变化还会继续发生吗？王震老师说，他教了35年书，不能为了钱扔下学生。我如果走了，这辈子都会被戳脊梁骨。平林的教育，老师们起早贪黑，学生10几个小时苦读，拼那几个重本名额，你们尽力了。12年一贯制，智慧课堂，心理疏导中心，老师不用被绩效追着跑，有充足的教研经费和顶尖硬件。刘书记挽留你们是真心惜才，但我今天来是想告诉你，去明德不是为了离开，是为了走进你当初选择做老师的那个初衷。可是我的学生，初3毕业班还有1个月中考，明德9月开学，这3周你该怎么带怎么带，把他们稳稳送进考场，等他们毕业了再来入职，守护孩子到最后一刻，然后开启自己的新篇章。那初1、初2的学生呢？明德的大门同样向平林的学生敞开。你们接收转学生？为什么不？云梦在建设高铁站、温泉小镇、路网工程，到处是岗位。家长来云梦工作落户，孩子就能转入明德。一个人得先站稳，才能伸出手扶别人。我如果真的这么做了，教育局那边平林的同行们，于老师，你首先是自己，然后才是老师。总背着别人的目光走路，会摔着自己的脚。于老师，刘书记刚给你们鞠了躬，工资也补发了，怎么过个周末又变了？张校长，我没变，我只是想清楚了。你带的是毕业班，不到1个月就中考，你现在走，学生怎么办？我不现在走，辞职书上写了，申请离职日期是6月27日，我会站好最后一班岗，把学生平平安安送进考场。中考结束，教学任务完成，那时候再走，不算逃兵吧。明德9月才开学，陆总交代过，绝不折腾关键期的孩子，他们愿意等。于老师这招好，带完中考再走，谁也挑不出理儿。明德的规划图看了吗？恒温游泳馆、智慧课堂，那才叫教书。关键是明德连咱们的学生都收。云梦在盖新城、建高铁，家长过去落户，孩子直接转学。3天，我刚在操场上给老师们鞠了躬，财政也拨了款，辞职书不仅没撤，反而翻了1倍。哪位能帮我分析分析，问题出在哪儿？现在老师们都申请带完这学期再离职，咱们确实没有理由去拦。拦不住，这个结果我理解。但接下来怎么办？老师们都要走，下学期的课谁来上？教育系统不能停摆。刘书记，老师也要吃饭养家，云梦给那么好的条件，咱们得从根上想办法。难处我们都理解，但财政上城建、招商、民生运转，哪头都不能停。统筹来统筹去，最基层的老师心里最苦。老赵，你的心情我理解，但有些结构性的难处不是1天2天能解的。好了，今天不是诉苦会，找解决办法才是正事儿。刘书记，陆明那边资本雄厚，城市配套也走在前头，咱们就换条路走走看。哦，陆明再强也是有社会关系的人，
有些事儿从内部使力比从外部硬碰管用。具体说说。前阵子整理人事档案，我过了遍名单，发现点有意思的事儿。县人民医院外科副主任程志，现在议的是教育系统的事儿。程主任的男爱人叫陆芳，而陆芳是陆明的亲姑母。程主任，别紧张，刘书记有话直说。咱们的工人、老师被吸引过去不少，平林底子薄，人才流失，压力不小。云梦动作确实大。你爱人陆芳同志是陆明的亲姑姑，对吧？是，陆明是我侄子。那能不能请陆总也回家乡看看？你是家里人，说句话比我们管用。老李年底推2线，对你可是寄予厚望。我尽力去说，成不成不敢打包票。尽力就好。今天刘永昌来找我了，让我去找明儿。你答应他了？没答应死，一把手亲自上门，我能当面绝面子？明儿手底下几千号人真刀真枪在商场上拼，拿一个科室主任换他改投资方案，做梦！笑什么？我干了半辈子大夫，靠的是手艺。那个位子谁爱当谁当。明天回云梦看大哥大嫂。至于刘永昌，就说侄子脾气大，把我骂回来了。算你脑子清楚。来了来了！姑父，大半年没见，累坏了吧？底下人得力，我不操心。姑父，程瑶快毕业了吧？复旦上海医学院本博连读，明年毕业。姑父，你们今天回来是有事要跟我说吧？刘永昌找过我，劝你回平林落项目，我没打算应他。他给姑父开了什么价？说劝动你提拔你姑父当外科主任。明儿，我们绝不可能拿你前途做人情。别说主任，给个院长，姑父也绝不耽误你正事儿。姑父，我没误会，我只是在想，姑父，我建个医院，你来当院长吧。明儿，你说什么？建医院，综合性的，对标3甲，选址高铁新城旁边。我需要一个院长。我就是个开刀的，管手术台行，管一座医院几百号人的行政体系，我没那本事。姑父，行政团队我来配，运营体系我来搭。我需要的是一个懂医疗、信得过的人替我把住关，这些事儿外行干不了。老程，我看明儿的想法可行。这不是一回事，院长要操的心太多。再说程瑶明年毕业，姑父，这个医院有没有你，我都会建，只是有你在，我更踏实。我考虑几天，跟瑶瑶商量商量。行，陆总坐，茶自己倒，我把这份签完。说吧，一大早来肯定不是喝茶的。我要在东区建一座综合性医院，对标3甲，800到1000张床位，服务高铁新城、温泉小镇、明德学校以及全县老百姓。一大早的，你不是开玩笑？书记，我从不拿民生开玩笑。这是好事儿。我刚还在看数据，县里人大病全往省城跑。不多说了，小李喊人开协调会。好的，书记。地需要多少？这个规模200到300亩，东区剩余地块紧张。现有规划里没预留医疗用地，需要调整控规。调，出方案，我签字。医院建筑标准高，消防、抗震、净化系统审批流程比住宅多1倍。标准我就高不就低，流程你列清单，我团队逐项对接，不会卡在我这边。民办医院涉及器械许可、药品许可、大型设备配置证都要省级备案，配合。该走的程序一个不少。陆总，我先表个态，县里支持，卫健委更支持。但有件事儿我得提前说清楚，500张床位以上的综合医院审批权限在省卫健委。去年全省无一获批，流程正常走，快则8个月，慢则1年以上，且不保证能批。这个我来。哥，电视台6000万拿下了今年世界杯转播权，男女足都有，还打包了2030年的。6000万。很便宜了，听说 AAG 用最顶尖的 AI 推算了一遍，结论是到2030年咱们也进不了，怕以后卖不掉，索性打包了。陆源，把赵一舟、李曼、陈思田叫来，开个会。哥，你该不会要搞支足球队冲世界杯吧？别闹，那事情没用。世界杯都知道了吧？6月12号凌晨3点，摩西妹踢好飞，我梭哈摩西妹，毕竟东道。生活广场正面那块室外大屏多大？ 120平方。P2 户外超高清，够了。今年世界杯
全程转播。大屏放赛事，广场搞外摆，餐饮全部往外延伸，啤酒、烧烤、小龙虾，能摆多少摆多少。前面空地能放200张桌子，停车场征用的话还能再加100张。停车场别动，娱乐事业部正好练练兵，搞个世界杯嘉年华，氛围、活动、引流，你们主导。场地、灯光、安保、食品安全，我明天出方案。陆总，光看球不够，咱搞个互动，比赛暂停或广告时段按桌号抽奖，大屏混动桌号中奖发购物卡666一张，200桌坐满，气氛拉爆。朋友圈一发，外线的都得往这儿跑。66大顺，彩头好。预算找路渊报，记住一点，现场安全第一，不能有任何打架斗殴。明白。暑假快到了，生活广场2楼空铺位全部开出来，游乐设施、亲子餐厅、暑期托管班。白天吸引家长小孩，晚上吸引年轻人看球。云梦的夏天每年都有，但世界杯的夏天4年一次。云梦县夏季夜生活引爆计划正式启动，把这个夏天烧起来！燃爆今夏，云梦世界杯嘉年华。想个办法抗衡一下。书记，广场现成的，但大屏财政上，找企业让他们凑钱出一块，就说帮他们做营销。今天临时召集大家，是有项目要和大家一起商量。大家都知道，云梦的世界杯观赛夜市吸引了大量客流，刘书记十分重视。县里初步规划搭建高清户外大屏，打造一站式夜间休闲打卡点。这个项目6家企业各分担10万元，全程遵循自愿参与原则，绝非行政淘汰。所有出资企业享受大屏的冠名广告位。林秘书，县里的项目我们都是主动配合的，只是眼下这笔资金我们确实周转紧张。郑总，有什么困难尽管说，我们一起商量解决办法。今年不少工人都去了云梦，停了1条半生产线。如果现在抽10万流动参与共建，资金会短缺，到时候粮农结算兑付会跟不上。林秘书，郑总说的不假，我做建材现在拿不到订单，骨干还被云梦高薪挖走，眼下资金的确紧张。国厂女工大多被云梦高薪挖走，招工困难，眼下拿出10万投入大屏，实在难以承担。大家的难处我都记下来了，但眼下平陵县的情况，大屏是必须做的。县里不会让各位白白出资，我们也正在制定对策。针对恶意挖墙脚，也会尽快拿出方案。我代表县里恳请各位支持，绝不强制摊派，但大屏项目必须落地，不能让群众觉得县里无所作为。林秘书，让我们再考虑一下吧。那老李、老赵，你们怎么想的？我们也需要一些时间再想想。好，那先这样，散会吧。有困难的留一下。林秘书，10万块钱，我回去凑凑，明天给你们。今天10万给了，明天呢？后天呢？靠咱几个跟那个陆明拼财力，我看是疯了。陆总，农产品深加工产业权今天上午通过了最后一轮设备联调，1号车间是果蔬脱水线，2号车间是速冻加工线，3号车间目前留着做预制菜，设备全部是国产1线，安装调试已经走完，工人培训也结束了，随时可以投产。原料端呢，周海已经对接好了，蒜苔这些常规品类我们有直采渠道，成本比市场价低15%左右。眼下最大的问题是产能消化。果蔬脱水和速冻线的日处理量加起来有80吨，但目前对接的销售渠道最多吃掉1/3。一桌，外面那些收割机收的什么？小麦啊，麦收季节我们是产粮大省，中原熟天下足。这些小麦卖给谁？粮库吗？不，国家储备粮很足，粮库容量有限。每年基本上就收产量的20%，剩下的都是个人收购。今年小麦收购价多少？
国标3等，1块3毛5一斤，比去年跌了2分。3号车间现在是空的，预制菜的设备还没进场，就是个带水电线的标准化厂房。3号车间不做预制菜了，我们改做精酿啤酒。陆总，你是说用本地小麦做原料？现在是什么时候？1个月世界杯开幕，1个多月的赛事周期，全国几亿人盯着电视喝啤酒。我们生活广场的室外大屏，200张桌子，每天晚上人山人海。啤酒从哪儿来？从超市进货，绿岛、冰花、纤维，利润全让别人赚了。你想在世界杯期间推自己的品牌？不光是世界杯，我们收本地农户的小麦，高于市场价收，然后在自己的加工园里酿成精酿啤酒，再通过超市的渠道和生活广场的夜市往外推，从产业链到消费链都在本地。时间够吗？生产许可、采购设备、调试产线、收购小麦，没有钱解决不了的事儿，让沈黎立刻招酿酒师、品控和食品安全负责人。设备这块优先收购成熟小型产线，能搬迁就搬迁，能改造就改造。首批产品可以走试运营和生活广场限定款，产能不够就做小批量。食品许可和合规手续让方瑜盯着。还有，不止本地的小麦，外县的也可以收，运费可以报销，或者每斤多加1毛钱，用高于市场的价格收购农产品，赔钱赚口碑，把农户牢牢绑在自己的供应链上，跟当初收蒜苔一模一样。区别是这次不赔钱了，啤酒的毛利可比卖蒜苔高得多。赵总，只要资金到位，竞争力够强，很多困难就水到渠成了。明白。那咱们这个精酿啤酒品牌叫什么？就叫云梦泽精酿。书记，那几家企业把款项打过来了。关键时候，企业还是讲大局的。你马上安排采购，同时让宣传部的同志尽快出宣传方案。还有事儿？书记，刚收到下面汇总上来的情况。什么情况？今天上午，瑞丰面粉厂的郑瑞丰，信源建材的老赵，还有宏达服装厂的老李。他们怎么了？对县里说明的情况有想法？不是。那是什么？你说嘛。他们给云梦县的商务局打去了电话。他们给云梦县商务局打电话干什么？他们咨询云梦县的招商政策了。有想法？不只是打听，我突然了解了一下。了解什么？他们还重点咨询了厂房搬迁补贴、工业用地价格和税收返还。去，给他们打电话，让他们立刻来县委小会议室，就说县里有关于企业扶持的新政策要宣布。这么晚把几位老板叫过来，没耽误你们厂里的生产吧？刘书记哪里话，厂里现在也没什么生产任务，机器都停了一半了。今天叫大家来，首先是要感谢大家，60万的资金已经全部到位。中心广场的大屏明天就能开始搭建。几位老板在关键时刻展现出了咱们平林县企业家的格局和担当，县委县政府是记在心里的。不过，几位老板最近不仅关心咱们平林的发展，对隔壁云梦县的招商政策也挺上心啊。刘书记误会了，就是随便问问。现在生意难做，多了解了解外面的行情，也是为了企业能活下去。老郑，工业用地的地价、税收返还的比例，你们了解得很细。这不是随便问问，这是认真做过功课的。这些年，平林县和大家是一起走过来的。企业遇到困难，县里想方设法帮；县里搞建设，企业出钱出力。这个缘分，不是说断就能断的。各位，现在正是平林发展的关键时期。我们正在积极争取市里的各项政策支持，营商环境也在持续优化。这个时候，县里需要你们稳得住，企业也需要县里撑得住。大家是一条船上的人。刘书记，你说大家是一条船上的人，我认同，
但机器要转，工人要吃饭。我今天就当大家的面提2个请求。第一，县里之前定下来的几笔产业扶持资金，能不能月底前到位？让我先把工人工资发了。第二，厂里产能空着一半，能不能请县里出面协调一些市政工程、政府采购方面的订单，让机器先动起来？只要县里帮我们把眼前的坎迈过去，我郑瑞峰在这里表态，企业留下，和县里共进退。老郑，坐下坐下，今天大家都累了，冷静冷静。这么多年，我们配合县里办了多少事儿，哪家没本难念的经？我们就一个要求，县里能真心实意的支持我们，只要能支持，我们肯定留下。同志们，今天先到这里，大家提的意见我都记下了，县委县政府一定会认真研究，请大家相信县里的诚意。小林，书记，我在。把下午那6家企业打过来的资金原路退回，1分不少，明天上午必须到账。书记，这钱退回去，那大屏项目怎么办？暂停。可是宣传部那边已经开始做方案了，而且之前县里刚宣布要启动形象提升工程，提振大家的信心，现在突然暂停，下面的同志可能会有想法。形象不在大屏上，在企业的发展信心上。马上联系工商、税务、招商局，把云梦近期的重点项目和发展方向拉个清单，1小时内给我。书记，都在这里了。云梦泽生活广场，人家大手笔造成，用资本、教育、医疗聚人气，我们得拿出自己的招。不对，不能光琢磨人家，得琢磨自己手里的牌。平林有物流厂，有职业培训底子，有山有水，这些谁都拿不走，干嘛非得跟人家正面刚？平林县有自己的家底，有自己的优势。第一，职业技能培训，大基建需要海量技术工人，我们整合升级培训资源，定向输送，这叫产业人才配套。第二，物流仓储枢纽，深加工产品要运要储，我们县城的园区和居位正好做强，这叫供应链配套。第三，养老康养，医院治病，我们养老。西南山水清幽建康养基地，承接未来外营的康养需求。第四，特色酒店，客流暴增，住宿闭紧，我们10几分钟车程，发展特色民宿、快捷酒店，做服务承接。高书记，是我永昌，职业技能培训、物流仓储枢纽、养老康港、特色酒店4个方向，都是云梦县做不了或者没精力做的，平林县来做。刘书记，这才是合作共赢。区域协同发展本来就是市里一直倡导的方向，你的想法我支持。陆总，他们这也太急了，咱还什么都没弄呢。急比慢好，随机应变。周局长，请。陆总，这位是市局的周局长，专门带队下来支持咱们云梦泽精酿项目的。周局长辛苦。陆总年轻有为，云梦泽在咱们市里可是如雷贯耳。周局长，我们的酿造设备、发酵罐和灌装线已经在青岛装车，预计明天抵达。关于动链规划，无菌常见设置。赵总，不用紧张。黄县长，你看看这挑高，消防齐全，排污预留到位，这是真金白银干实事，有长远规划。陆总，场地条件完全达标，我们信得过云梦投资的实力。商机不等人，下梁收购也不等人。回去出书面核查意见，把生产许可证和流通备案流程走完，做好服务保障是我们该做的。多谢周局长。应该的，放开手脚干。陆总，现在上面是真心实意在推营商环境，这效率放以前想都不敢想。你老家宅子的扩建设计方案出来了。国内最顶尖的古建园林设计团队，他们的经典案例是杭州宋韵庭院，单套造价过亿。这次把宋韵的精髓移植过来了。一进院太湖石造景，活水锦鲤池，全套德国选循环净化系统。二进院是父母生活区，全榫卯结构，金丝楠木承重梁。三进院是你的私人空间，主卧220平。独立起居室、全景书房、双步入式衣帽间，双衣帽间，有备无患。重点在地下，
下挖8米，2000平，采光井引自蓝光，25米恒温泳池，桑拿 SPA，5000只容量酒窖，雪茄吧，杜碧全景声电影院。工期6个月，预算12个亿。多少？12个亿。是不是有点过于奢华了？晚上企业都得迷路吧？你值得拥有。你好，陆总，我是平林县刘永昌，冒昧打扰。我在来云梦县的路上，大概半小时后到新城大厦。陆总如果有时间，我想登门拜访。刘书记客气了，我在办公室等您。平林县的一把手要过来，把茶具备好。方宇，来我会客室一趟，平林县刘书记马上到。刘书记，欢迎。这位是方瑜方律师，公司首席法律顾问。刘书记您好。方律师久仰。陆总，我今天来是来表明一个态度：平林县和云梦县不应该是对手，而应该是伙伴。过去我们有些决策没跟上区域协同，今后平林和云梦该携手，政府做好服务，不设障碍。我一直在思考，平林县的优势在哪儿？云梦县已经跑起来了，跟在后面硬追，追不上，不如找准自己的定位，做云梦县最好的合作伙伴。刘书记想怎么合作？做配套，做服务，做产业生态的补充。这是平林县未来3年的产业发展思路，全部围绕云梦投资的产业布局来定位，做云梦的后勤部。刘书记，这份规划非常务实，我们会积极对接。有陆总这句话，我就踏实了。平林县愿意做云梦发展最可靠的后勤部，合作共赢。这个刘永昌是个明白人，能及时调整思路，主动靠上来合作。这一手不仅给平林县找到了新出路，还搭上了云梦发展的快车。照这么发展下去，云梦县未来会承载很多高端旅客和投资人，他们对住宿的要求很高，而云梦县目前连一家挂牌的5星级酒店都没有。平林县只能接普通游客，我们吃剩下的可以给他们。于姐，这地方我高中不开心时常来。我也是，今年陆明回来以后，还得是我哥，一出手就是一条街。来来来，喝茶喝茶。张大爷，你那杯凉了，换一杯。各位叔伯长辈，陆总的意思很清楚了，陆家扩建老宅要占用各位宅基地，条件大家提，云梦投资绝不让街坊吃亏。提什么条件？陆明这孩子没忘本，县里那些停滞的招商项目他盘活了，中心路改造冲在前头，现在又建学校，建国一家本分，我带头同意。就一点，搬过去后你们得多来看看我们。那是自然，离得不远，2步路的事儿。咱们这平房下雨漏水，冬天灌风，陆家要地是干大事儿，就按你们说的1比1。遗憾嘛，没住到明儿娶媳妇儿。他刘婶儿，明儿娶媳妇儿还能少了你？那俩姑娘知书达理，模样俊俏，你这当妈的得主动点儿。放心，我心里有数。陆总交代过，人情归人情，账目归账目，1比1兑换。同意，没意见。陆家办事我们放心。外加每户1个地下停车位，10年物业费全免。合同已公证，权属变换、契税、房产证，法务部专人代办，签字按手印就行。各位叔叔大爷，排队签字。徐主任，这位就是陆总。陈书记在省里把云梦泽夸上天了，实地一看，新城区建设速度惊人。徐主任过奖，县里给了全力支持和好政策，我们拿资金换速度，用效率抢机遇。云梦泽综合医院占地300亩，床位1500张，门诊、住院部、医技楼、科研中心同步动工，一次建成。盖楼买设备容易，3甲医院核心是医生。你们一个县级市，怎么吸引顶级医疗团队？院长程志，原平林县医院外科副主任；副院长程瑶，复旦医学院本博连读。我们设了人才引进基金，副高以上专家配翡翠城大平层，家属工作、子女入学企业全包，不占县财政。云梦投资资金链极其健康，医院一旦落成，不仅解决县内就医难题，还能辐射周边，打通豫南医疗堵点。省厅鼓励社会资本办医，资金人才到位，省里全力支持。你们准备材料，我安排专班对接绿色通道，图纸过审，
1周内下批文。多谢徐主任。陆总，医院批文稳了，从路网、学校到医院，咱们正气同心，云梦的民生短板算补齐了，未来云梦建制上必有你浓墨重彩的一笔，也会写下这段攻坚克难的历程。这是后话，现在你还得给我批块地。还有项目？不算大，搞个5星级酒店。陈书记，我简单给您介绍一下云梦泽高端酒店的初步规划方案。项目占地30亩，建筑面积6万平米，设客房500间，配套1000人无住宴会厅、恒温泳池、智能停车系统。品牌方面，我们不打算加盟任何国际酒店集团，统一挂牌云梦泽。为什么不加盟国际品牌？云梦泽这3个字，在云梦县就是最好的招牌，我们不需要借别人的名气来撑场。这个方案可行。县委的建议是选址在高铁出站口。感谢陈书记支持。陆总，陈书记，我先走了，你们聊。陈书记，公事谈完了，有件私事，我想提前向县里报备一下。这是我老宅的扩建方案，我想提前交个底，免得有人说我圈地称王。你为云梦做了这么多事儿，让父母住得好一点，天经地义。有陈书记这句话，我就放心了。我说过，你放开手脚干，县政府就是你合法权益的坚强后盾。多谢陈书记和县里对我们的支持。你守好了你的规矩，县里也该守好县里的规矩。陆总监，酒店那地陈书记已经审批了，每亩120万，30亩合计3600万。马局，公司眼下多项目并行，资金紧张，恳请依规从垫资款中予以抵扣。这个可以在法律框架内协商，但最终结果要审议通过才行。那就多谢马局了。请进。陈书记，陆渊刚才来电，希望用之前道路垫资款抵扣本次土地出让金。可以研究，但不是简单抵扣，要走合规程序。陈书记，地块前期摸底已经完成，按规定可以走招拍挂程序。好，按程序办，要公开透明。那土地出让金这块是按常规方式缴纳，还是？这个你按政策来，但有一条，所有程序必须合规，每一笔账都要有据可查，经得起审计。好的，陈书记，我马上去办。辛苦了。哥，出事了！出什么事了？怎么回事？哥，平陵县的几个学校发生了大面积的食物中毒，什么原因？具体不清楚，小道消息说是跟饮用水有关。天天开会喊口号，我儿子就喝了1口紫菜汤，现在还在讲究是洗胃。大姐，我是书记刘永昌，结论出来前，我不会说空话。不管问题出在哪儿，该负的责任1分不少。立刻成立联合调查组，3件事同步推进。第一，全力救治，费用财政垫付，不许任何家庭因为钱耽误治疗。第二，封存3所学校食堂，全部食材流量照账和监控。第三，派专家组下来协助检测，48小时内要有初步结论，结果第一时间公布。有困难吗？没有。去吧。各位家长，我的电话政府网站查得到。这2天我就守在医院，有事直接找我。我亲戚在云梦泽超市上班，人家生鲜蔬菜每天早中晚3次抽检，过期1分钟直接下架销毁。咱们学校食堂连个超市都不如。明德学校还没盖好，陆总已经投了10个亿做教育基金，提前半年储备老师。平林天天喊留人，现在连口干净水都不给孩子喝。
这破地方没法待了，赶紧搬云梦吧。刘书记干脆把平林并入云梦得了，大家还能跟着沾光。网信办初步排查，首发账号多是外地 CM 机构的营销号，批量发稿，针对性很强。不实信息不只是陆明去的，更是冲云梦县的营商环境、政府公信力来的。真让这股歪风刮起来，县里这些年招引企业、发展民生的努力都要受影响。陈书记，网上的舆情我已经看到了。我正准备让宣传部跟你对接，项目审批全程合规，县里可以立刻发布官方公示文件，先把违建、操作不透明的不实信息堵住。我的想法是政企分开回应，各有侧重。这件事由头在我，企业端的舆情我们自己扛，政府端的底线还要县委来守。就按这个思路来，宣传部半个小时内整理发布所有审批备案文件，网信局同步跟进举报处置，我们各司其职，把事实摆到台面上。我们不辩解，不发声明，不喊冤，拿事实说话。针对全县孤寡老人开展定点帮扶，我特意交代过，每一笔物资发放，每一次慰问都要拍视频，要留存记录，都有做吗？有，所有帮扶孤寡老人的现场视频、助农收购的现场记录、捐子清偿教师薪资的银行回单与官方证据、烂尾楼复工的工程进度抬档，全部都在数据库里，素材非常完整。半小时内，能不能按项目分类整理好？可以。老宅扩建的土地性质是合规宅基地置换，我们按政策支付了高于市场价50%的补偿款，每一户涉地村民都签了自愿转让协议，所有流程均在县政务服务网公示，国土撞建部门已完成正式确权备案，审批文件齐全可查。我会让法务部的同事做好证据留存，尤其是那些明显恶意带节奏、编造虚假信息的账号。只起诉吗？不光是民事起诉，我会同步向公安机关报案，控告他们传播不实信息、诽谤、侵犯名誉权和损害商业信用。我们要配合监管部门溯源，查出他们背后的 MCN 机构，依法追责到底。执行。刘书记，初步调结果出来了，第三水厂老旧灌网破裂，污染物渗漏进自来水主管道，涉事3校都在这条支线上。依规启动问责，相关责任人严肃处理，绝不姑息。立即部署全县灌网排查改造，半个月出方案，年底完成核心区升级。学生医药费、陪护费县财政全额预付，未见全力救治。教育局牵头安抚家长，安排心理疏导。下班前官方发布通报，全程公开。明白。云梦县那边的舆情最新情况怎么样了？舆论热度仍高，营销号造谣抹黑牵连陈书记。通知县委班子紧急开会。水厂处置通报稍后印发，出了问题直面整改。今天重点定平林县后续发展方向。第一，对接云梦产业外溢，交通铸建牵头，升级2线接驳路段，打通物流堵点。第二，深化产教融合，订单式培养人才，双向共赢。第三，做优特色农业与康养配套，农业局对接云梦商超渠道，卫县局引进普惠康养项目。第四，全面优化营商环境，社保、资质、工商全部跨县通办，涉卡刁难、破坏大局的，一律追责。云梦正处舆论风口，舆情牵连政务形象，此时推进对接，会不会影响项目节奏，冲击合作预期？这点风浪动摇不了根本。陈悦形势稳，陆明企业合规合法，不实言论站不住脚，按既定方向推进。刘书记，供水事件处置全部落地，学生已返校，灌网整改启动，舆情平息，群众认可度高。民生底线守住了就好。民心是稳了，不过坊间最近有了个新说法。什么说法？大家不叫您刘乡长了。这就对了，老百姓心里有杆秤，踏实做事，真心解决问题，口碑自然会回来。他们现在叫您云梦县的后勤部长。这是好事儿，能当好配套后勤是老百姓的认可，不是调侃。陆总，自然资源局马局长、教育局苏局长都打来电话要过来看看你。不用见了，这点事儿没必要让大家都跟着分心。县里各部门都在联动处置，只是联系不上陈书记，大家都在等省里安排。陈书记去省里汇报工作，电话不方便接，我也暂时联系不上。哥，陈书记不会带着李秘书去忙别的大事了吧？别瞎猜。陆总，我在回云梦的高速上，省里已明确表态，将启动跨区域联合溯源，彻查幕后主体。那这事儿算告一段落了。还有件事儿，你提前准备一下。什么事儿？国家级媒体面对面明天到云梦采访你，以正视听，展现民营企业扎根民生、盛企同向发力的面貌。
这一仗打得扎实，10条即时视频摆事实，比100句辩解都管用。省领导的核心评价是：打铁还需自身硬。老宅改扣件项目能正常推进了？当然能，审批全程合规，把配套商务接待功能正式公示，既合规也能服务招商。明天对接部完善公示，定名云梦泽关云底，做集团与县里的配套接待点。明天面对面张送年来，问题泄力不走形式，你提前准备，实事求是就行。大姐，蔡家这么活慧，超市不亏本吗？这是助农评价专区，政府牵头，企业落地。我受益员月入7000，五险一金齐全，政府常来检查。大爷，这边开发拆迁补偿拿得顺利吗？什么拆迁？是保护性开发，现房置换还安排上班，网上全是造谣，人家手续齐全，真心帮我们过日子。陆总，久仰，张记者辛苦，快请坐。网上有人质疑项目推进快靠行政倾斜，您和陈书记有不当利益往来，您怎么？拿地即开工是面向所有企业的标准化改革，全程留痕可查可追溯。我和陈书记是公对公的工作交集，目标一致，都是让百姓得实惠。企业影响力过大，会不会模糊政商边界？您有没有替行政做过决策？这个边界从一开始就画得很清楚，从来没有模糊过。企业永远没有行政决政权，公共事务决定权都在县委县政府，就连我们自己的项目也要严格走各部门审批，不合规一律不上。政策制定的唯一出发点是全县人民的根本利益，不会因任何企业改变。政府守公平把方向，企业做经营补短板，角色不同，目标同向。资本天然逐利，未来企业与公共利益冲突时怎么平衡？靠什么保证企业永远不越界？我从2个层面回答：第一是企业初心，地方好，企业才能真正好。助农兴教看似让利，实则共赢。第二靠制度约束，各环节全有部门监管，越县必罚，规则靠人执行，就没有打擦边球的空间吗？张记者平时看篮球吗？偶尔看。政府是裁判，定规则判违规；企业是球员，好好打球。球员绝不能抢哨子当裁判，一旦越位，损害的是百姓利益。你的格局远超同龄人，私下问思路怎么练的？没什么秘诀，常读经典，多站在百姓立场想问题。最后一问，若你退居幕后，云梦发展会不会断档？云梦发展从来不是靠我一人，也不是靠一家企业，我们只是踩着县里规划走，营商环境好了，自有企业进来。我真正希望的是云梦不再需要明星企业家。沈黎，安排高层聚餐，地点云梦泽生活广场。什么时间？择日不如撞日，就今晚。 7个账号，关联3家 MCN， 资料发你邮箱。公证已做完，下班前要7份律师函回执。怎么了？于姐，陆总组织聚餐，问你参加吗？参加。先把工作做完。这不是自发舆论，是投放，必须发律师函。核心诉求是什么？1. 全平台发道歉声明，置顶15天，措辞我方审定。2. 每号赔偿名誉损失及维权成本100万。15天置顶，太狠。不过我喜欢。不狠，他们挂了4天，播放超2亿，我已经很客气了。你刚说什么？聚餐？行，今晚我回去换上衣服。于姐，等一下。怎么了？啊，我家远赶不及，想去你家补个妆。走。这次舆情处置得很漂亮，省委、市委对云梦的工作都很认可。感谢领导肯定，我们一定再接再厉，把后续工作做扎实。小李，进来一下。陈书记，您叫我。通知下去，落实3件事：1. 宣传部牵头，借央媒报道做好正面宣传，讲好云梦故事； 2. 网信从联合公安严查不实信息，健全舆情处置机制； 3. 发改等部门下周出营商新举措，固化经验成制度。陈书记，还有别的安排吗？通知4大党委，今晚自愿小聚餐，费用 AA， 大家放松下。地点定在哪儿？鹿鸣的嘉年华快开始了吧？是，广场已经开始摆桌子了。那就定在云梦泽生活广场。你们下午干什么去了？哥，
女孩子自己的事情，男孩子就别多问了。陆总，这氛围也太好了，把我藏了多年的九重都勾起来了。陆总，第一批视频已经出炉，咱们的人都安排在最内侧的桌子了。那就带大家入座吧。陆总，你们也在这儿聚餐？陈书记，你们这是出来放松聚个餐？那正好，一起拼桌热闹些。行，先说好了，我们自费，不占企业便宜。陆总、陈书记，第一批试场品您二位尝尝。世界杯期间暂定8块钱一瓶，这价位太实在了。你这啤酒厂文火，这口感放在城里精酿酒馆卖35一杯都没问题。抽奖活动现在开始，这个形式好，接地气，聚人气。你们宣传部拍好素材，整理成短视频发官方账号，好好宣传云梦的现渔业经济。陈局长怎么没来？他已经调岗了，新局长很快到任。明日安排公安值守，无人机巡逻，政府全力支持嘉年华。陆总，我想跟你商量件事儿。刘书记，请讲。我代表平林县委县政府，想跟云梦签5年战略合作协议，不知陆总这边有没有意见？马上就回。陈书记，刚平林县刘书记把电话打到我这儿了，问您对2县的合作意向。还有个紧急情况，媒体刚发了新闻，平林县那边的舆情已经起来了。知道了。刘书记，平林的诚意我清楚，但大额合作不能口头交定。公司有规范立项流程，法务、财务需完成尽职调查，还需要时间。流程可以慢慢走，咱们先想定下来，明天上午咱们开个闭门会。刘书记，都晚上10点了。老话讲，夜里不做重大决定，这是事关2个县的合作，得以县里为主导。刘书记，我是陈悦，下班时间不谈工作，有什么事明天再说。大家继续吃，不用拘束。陈书记，这事儿，打开短视频平台，搜媒体新闻官方账号，看最新发布的那一条。记者在某县走访适老化改造项目时发现，采购价存在明显不合理溢价，基层人手不足是客观现实。项目外包是为提升效率，但外包不等于甩包。合作这件事，还是得在正式场合商量。改造爆出的采购溢价、验收走过场、监管缺失等问题，是我们工作的严重失职。民政的外包项目疏于管控，全流程失守，相关责任必须追责。我提3点要求：一，纪委联合财政、审计组建专班，彻查项目，绝不姑息；二，民政成立整改组，要在1周内让全县项目复查达标；三，外包项目全面排查，一定要守住民生资金。是。行了，散会吧。高书记，我是刘永昌，我想向您和市委做检讨，是我们工作没做到位，给全市拖了后腿。刘书记，你要借此次整改完善监管流程，根治漏洞。高书记请放心，我们一定整改到位。刘永昌上午说的这个协议，你怎么看？陈书记，这个事儿我不敢妄言。咱2个之间还有什么藏着掖着的？其实我觉得这是好事儿，毕竟惠及群众。没错，之前民生工作浮于表面，根源是治理思路与监管体系不完善。省里认可云梦，是希望我们稳住这套模式，做好示范。刘永昌急于签约，说白了，他是找参照补齐短板，并非只想转嫁风险。这份协议，咱们这边是什么态度？我先问问你，站在企业角度，你想不想签？静观其变。你跟我想的一样，云梦泽精酿，反响好。我来安排下去，好好拓展销路。多谢陈书记支持。好了，
那我就先走了，有什么事电话联系。陈书记慢走。上级思路和我们完全一致啊！喧嚣终会落幕，能长久发展的，永远是脚踏实地的实干，以及绝不松动的底线。